我们就在克里姆林宫外边，后面就是克里姆林宫整个它这个博物馆的入口。我觉得从我现在在这3天的感觉，这边其实还是挺安全的，没有感觉到什么战争的迹象，而且整个的就是你看它的旅游啊，就是本国国内的人力流动还是挺多的，而且会感觉现在俄罗斯来玩人很少。然后呢，整体什么大部分地方其实也不用太排队，你更多的是跟本国人再去竞争，基本看不到什么外国的游客和外国的面孔。但是俄罗斯这边也有一个问题，你发现它虽然被封锁了、被禁运了，它就可能是莫斯科这边有钱比较多，特爱用一些欧美货，苹果的普及率特别高，豪华车也特别多，就是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就你反而看到那些就是日本车在俄罗斯的主要街道，我觉得反而它比例明显要比中国要少，就是它的豪华车比例明显比北京、上海其实要多的。说现在战争，国际对它封锁，到底对它生活有什么影响吗？从我们的生活体验来说，很不方便。我不能用 Visa、用 Master、用银联，同时呢，它各种社交软件你也用不了，包括我们用谷歌地图，然后用苹果地图，它只能显示一个大概，所有公交系统你都没法去通过地图去做判断，这个也是很不方便的。很多社交软件你也用不了，你也看不到一些国际的大家在这边的留言啊，然后一些反馈，其实这个对人民生活确实很不方便。这是遇到俄罗斯之后第一个觉得很不方便的地方。它这个麻雀山整个这个缆车从这边体育场能坐到那个莫斯科大学，它只能用银行卡或者是手机支付，它不能用现金，这点特别像中国，就很不方便。那你说外国人怎么办呢？就办张俄罗斯这个银行卡也不方便，也不是想办就能办得了的，所以没办法了。这是莫斯科的周末，真的感觉一片祥和，那种整个很舒展的春天的气息，然后放着这种很柔和的音乐，然后这边的人民其实就在坐在草坪上去散步去休闲，你真的感觉不到战争界，多么美好的下午啊，真的很舒服。下面就是莫斯科河，然后远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红场，就整个这一片的地方真的太舒服了。现在在这个季节，然后吃一个冰淇淋，或者坐在河边就是喝杯东西啊，然后自己拿杯东西就坐在边上，这才是生活，不能被任何的东西去打扰，我觉得都很难接受。就你看下午今天有那个光把整个的它这边几个大的这个建筑完全照亮，哇，真的太好太美好了。你觉得战争真的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侮辱？